这就是阿曼的机场了。我感觉不是很热，风还挺大的，就是晒得厉害，感觉眼睛晃得根本都睁不开。哦，现在先去过海关了。我们是买了约旦通 pass， 然后看看，应该是要过去排队的。花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搞定一切了，办了SIM 卡，然后取了现金，然后还办了那个 Udan Pass， 然后现在租好了车。他们这边呢就效率特别低，但是的话呢服务态度特别好，跟你寒暄2句，还给你把车是直接给你停到这个机场门口，然后你直接上车就行了，特别好，服务还是挺到位的。哎呀，现在准备上车了。我们看了一个超市在安曼，一个大超市，过去买一点水啊什么的。哎呀，先去阿曼首都看一看。差不多这就已经进阿曼的市区了。看这边全都是棕榈树，一排一排的，绿化也很好。感觉有一点像中国北方城市，但是是沙漠版的，稍微的破败一点的。感觉这个超市好高级的样子，全都是进口货。人家进口的东西全都有，就是价格比较贵。好高级啊，感觉。出城了之后，一直沿这条路开，就到了沙漠高速。这也是前往佩特拉古城很有名的景点。这个道路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景点。我们要沿着这个沙漠，我看看开多久？开2个多小时，要开200公里才能到佩特拉古城。估计就是沿途都是这样的沙漠景观了。马上就要到佩特拉古城了，这应该就是那个小镇了。从山顶一路往下这样开下来，好壮阔啊！远处我猜应该就是瓦迪拉姆沙漠了，沙漠那个部分太美了。后面
就是我们这两天要住的酒店了。刚才问了一下酒店前台，明天去佩特拉古城的事儿应该怎么走这个路线，然后碰到一对波兰的夫妇，然后酒店告诉我们应该反向走，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就是原路去原路回，可以省一些体力。然后明天的话，我们试试这个方法可不可行。明天要早点起床，6点，我估计5点多就得起床了。呀，那就准备回去休息了。那就这样，明天见啦。说到约旦，你们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呢？是佩特拉古城，还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风光，或者是可以漂浮的死海呢？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佩特拉古城了。这个是在《文明5》游戏中出现过，也是《夺宝奇兵》这个电影中拍摄的场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佩特拉古城转一转，看看传说中1万年前人们是怎么生活的，这个古城长什么样子，以及《夺宝奇兵》中耶稣的圣杯是不是真的存在？那就跟我一起走吧。到处都是小猫哎！刚才坐了这边的 shuttle bus， 直接从那个佩特拉的景区到了这个小佩特拉这个地方。这我们从酒店得知的这样一条路线，我们这样就不走回头路了，可以直接先坐 shuttle bus 到小佩特拉，然后我们再坐吉普车，它有国家资助，所以是5块钱一个人。然后再到我们最高处的那个修道院，从修道院呢，我们再一路往回走，一直走到景区一开始的入口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走回头路，要一进一出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等吉普车啦。这5块钱花的真值得，真的要颠的都受不了了。难怪它只有吉普车可以进来，它都是石头路，颠的已经不行了。它现在应该已经快到这个修道院的入口，这边现在在查门票。查完之后，我总感觉我们还要再开一段呢。不行，我已经颠的感觉就是现在感觉人还在晃动天。是不是很厉害？你动啊，咋就不动了？哎，动了动了！哇，我终于到了！这就是那个修道院了。我的天哪，这是怎样的毅力建成了这个东西，在这样一堆山谷之中？我的天哪，还是公元前建的，太厉害了，感觉像游戏中的世界一样。哇！No entry， 不让进这个地方。不过我看里面好像也没什么东西。哦，回音好大。看墙壁上还刻了好多阿拉伯语，看长得都一样，都不认识，不知道在写啥。本来以为这个上山的路是回城的路，发现不是。不过呢，人家说是这边看的最美的风景，我们就上来了，可以直接俯瞰到这个修道院。哇，还是不错的这个效果。如果现在要是路的话，其实应该更漂亮。
死了，我根本做不了。这现在当中午的时候，热死了。我说刚才一路上怎么这么多毛驴呢？这时候如果再往山上走，那绝对是那难受，热死了，这走不了。我们还好是一路下坡，这都已经受不了了，感觉啊，太热太热。我刚看一路上他们很多人都拿着那个阿拉伯的头巾，我觉得这男的女的都有用。今天要再不戴个头巾，明天你的头就是这个，看这个地上这个砂岩的这个颜色。走啊！我想走了，太热了，走不动。再歇会儿吧。走不动。我们从游客中心出来，啊，也不是游客中心，就是一个休息点出来，就是来到这个正方形的神庙。我看他介绍中说这是佩特拉整个这个景点的主庙。你看它像一个正方形，也是一个祭坛，大概类似。它这边的景点很神奇，它都是让你远观，都不让进去。不过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神殿一样，这也进不去，这进去好像也没什么可看的，感觉就是一堆柱子，远看好像更漂亮一些。正方形的过了之后，应该到大神殿了。哇，哪一个呀？应该前面右边就是。那边吗？哎，前面就是柱廊街了。从这儿一路上就可以看到远处的皇家陵墓了。我这边景点比较集中。走起来没那么累，感觉。大神殿到了，哎，这个景点倒很神奇，是我们不多的可以直接走上来参观的景点。说是我看介绍书中说，这个地方占地有7000万平米，不过现在呢只剩这点儿了。这不过可以想象得出来，以前肯定我觉得附近的这些山丘啊什么之类的应该都是，只不过现在没了而已，或者它还没有挖出来下面的部分。哎，这一堆石柱有没有觉得有点像圆明园的感觉？就遗址就感觉是这个样子。说是地下，它好像有多深，15米还是多深？下面还有贵族的领地，现在应该看不见了。你说大神殿它这个地方，它主要是祭奠用的呢，还是说举办活动的时候那种盛大仪式的地方？就古代纳巴泰人他们当时的那个居民而建造了。哇，这水平也太高了吧！居然这荒郊野外，这种气候下能给建造成这么大一个地儿，厉害！下一个景点就是这个柱廊街了。我看说是以前纳巴特人当时的很繁华的购物街，想象一下，旁边都是车水马龙，各种车，那阵儿也没有车，那就是各种交换东西啊、卖市场呀、餐厅的地方吧。走，进来看一下，以前的 LV 店就在这儿。也没个包包卖了，哎呀，想象一下，这个爬到高处，我看拍神殿也好漂亮啊！你看这个神殿，从高处看下去，一览无余，全都能看得到了。那边过去好像是一条徒步路线，可以直接绕这边一圈，没有必要。我们还是省点体力吧。哎，这就是第2座，神殿了。这是
跟门口那个卡兹尼我们还没看到的神殿，说长得很类似。哇！骑着我的小毛驴，我们一起走呀走。眼睛需要适应一下，这里面好黑啊，不过真的好凉快啊！刚才看其中一个墓地，里面现在在养驴，好舒服啊！这上面还有一个神殿，这应该就最后一个了。这个没有下面那个凉快，但是比下面大好多。这个陵墓，哎，上面也是有很多纹路，我觉得这现在应该已经被氧化了吧，以前应该更漂亮。皇家剧场到了，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岩石建造的剧场。那下面这应该是 VVIP 的座位，上面还有一大排的座位，最上面的难道是主席台？哎，随便说说的。你不觉得前面很像《夺宝奇兵》那个电影里面，他们好像就从峡谷里面穿过去的那个感觉吗？哎呀，好激动啊！马上就要看到卡兹尼神殿了。哦，我都能想象到，我是不是应该骑个马，然后从这边一路过去，去寻找圣杯啊？眼前这个宏伟的建筑，就是佩特拉最有代表性的地标——卡兹尼神殿，也叫宝库。它是在整块红色岩壁直接雕刻而成，距今大约2000年。原本可能是纳巴泰国王的陵墓，后来又被误认为是藏宝之地。你可能也觉得它有点眼熟，没错，电影《夺宝奇兵3》的拍摄地就在这里。你可以看到立面融合了希腊建筑风格，比如高大的柱廊、三角山花，还有雕刻的胜利女神、鹰、酒神像等等。我们买了一个门票，可以从高处俯瞰这个神殿，居然要一个人10 JD， 这也太贵了，2个人要花20 JD， 这算下来也将近30欧呢。哎，而且只让你看10分钟。我们爬上来了，倒挺快的，一下就上来了，来俯瞰这个神殿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确实可以拍得更全一点。那佩特拉古城我们就逛完了，总共耗费1天时间，而且我们还只走了单程。要是来回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修道院都来不及逛了呢。啊，好累啊！现在准备去找一家餐厅吃个饭了。原来酒店天台长这个样子，太惬意了。哇，晚上就应该在这儿坐在这儿享受享受，看看夜景。哇，也就是这中东，也就是早晚舒服舒服。
我们进了一家离酒店就走路5分钟的店，没想到这里面全都是游客，看来这家店很受欢迎啊，叫做妈妈的配方。真想知道妈妈的味道到底什么样子。他们好像这边有一个烤羊肉特别有名，叫 Mansaf。我们准备点一个这个尝尝，然后再点一个鸡肉的，因为我本身是不吃羊肉的。我刚看他们上来一大盘的那种，一会儿期待一下。第一次吃阿拉伯的饭，点了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对，鸡肉饭，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。然后本来点的那个叫什么马拉法的羊排，但是没有了，所以现在点了一个炒羊肉粒配的米饭。虽然我不吃羊肉，我尝一下吧，看看这边的羊肉会不会有膻味。好像还是有些膻味的，那还是尝我的吧。它这个菜单上面写的就是从上到下就很高很高的一层，配的是这个，我猜是酸奶酱吧，白白的，或者奶酪。尝尝我这个味道怎么样？也是哦，它是一整块的这个鸡肉，哎不对，这是鸡肉还是土豆？不知道，就这样吃吧。看着有点恶心，但是味道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觉得还是得蘸这个酱，不蘸这个酱感觉没什么味道。那我们就吃饭了，吃完饭我们就回去了。今天佩特拉一天也是够累的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Hello， 早上好！现在10点多，太阳已经在正上方，热死了。我们已经离开佩特拉了。今天早上呢，先来小佩特拉这边转一转。这边呢人少，风景呢也和佩特拉差不多，其实适合一个稍微就是休息一下的地方。听说以前的商队在这边的时候，也会把小佩特拉当做他们的一个中转站，停留休息休息，然后再去佩特拉古城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小佩特拉这边转一转，然后下午呢，我们就会前往瓦迪拉姆沙漠去坐小火车啦。走吧，前面就是小佩特拉。感觉这边和佩特拉有点类似，也是有各种古墓，然后岩石上的遗迹这种感觉。好像也没啥。喵，这边都好多野猫野狗哎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路上都没见几个人，而且还不收门票。最重要是它又小，而且呢，但是呢，跟佩特拉的那个景区里面，它所有的都很像。它也有峡谷，也有古迹，然后也有这种岩石上面的这种凿的这种岩壁，什么都有一些。如果在佩特拉多住几天，其实可以来小佩特拉转一转，不错，拍照片也很好看。我看没有东西了，咱得往回走了。你看前面它这边已经挡住了后面这个山，所以的话，这现在已经没有路了，赶快我就回吧，要不然迷路了的话就惨了。走吧。还是见到羊群了，你看这一堆羊，跳的还挺高的，为了抢那个树上的树叶吃。哎，你看它也不怕你啊，就往你这边凑。你好像一点都不累啊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前往瓦迪拉姆沙漠，这也是整趟旅程中我觉得最精华的部分吧。它会穿越约旦南部的沙漠景观的高速，哎，期待一下。
我们已经上了小火车了，哇，这个沙漠的这个气氛真的是刮着大风，然后全都是沙子，但是温度现在已经有快40度，我现在觉得他们这个头巾是有用的，然后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被攻击了，在小火车上。我们现在坐着的小火车，其实有点历史背景。100多年前，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这片沙漠是阿拉伯起义的重要战场。当时阿拉伯人想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，在英国人的支持下，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抗。而我们现在坐的火车，象征的就是当年奥斯曼的军用列车，运送武器、粮食，还有士兵。起义军常常埋伏在沙丘后，骑马冲锋、炸铁路、抢物资。所以这场追击战，我们作为游客所扮演的土耳其士兵，才是被攻打的反派。这段历史后来还被拍进了电影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。今天，我们在沙漠里扮演历史，也算是穿越了一回。现在我们已经开过沙漠里面了，它只有这种吉普车才能开进去，我觉得一般车根本就开不了。哇，好颠啊！哦，还有个人在骑骆驼哎。现在太阳下去一些了，哇，舒服多了。我觉得那下午4点的时候简直热死了，现在太阳下来之后就舒服太多了，然后整个山呈现出一种玫瑰色，太漂亮了。刚才工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下这个房间，给你们看一个好东西，太酷了！晚上可以直接看着星星睡觉。哇，太爽了，真是享受啊！哦，要转过去啊！这爬上来的路好险啊，差点几次就摔下去了。但是这也太美了吧！现在刚好快7点，日落的时候，然后日落洒在整个沙漠上，呈现出一种粉红色，太美了吧！然后我们住的帐篷一个一个就像蓝色的星球一样，这就感觉像是火星表面。我们准备在这儿歇一会儿，去吃个晚饭，然后晚上就去看星星了。吃完饭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出去观星星，然后必须得远离这个灯光，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受到影响。不过这现在在沙漠，然后出了酒店之后就看不见路了，得拿着手电一直照着，才能看到脚下的路。避开光污染真是太不容易了，就一直看到会有对面的有吉普车经过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是各个角度来拍这个天空。我们看了一下银河的话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出现，可能得到半夜1、2点吧。我们就不折腾这个劲儿了，就看完星空，差不多就回去了。天哪，想象不到怎么能拍到这么多，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啊！天哪！
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！我好怕我会直接摔下去。我记得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在银川坐过一次骆驼，那都多小的时候，可能小时候已经太胆大了，就不记得了。现在怎么越大越害怕呢？他刚才突然站起来的时候，吓死我！我感觉我会直接摔到这个沙子上。刚才这个人说2个都是男生，一个叫 Shafi， 一个叫 Dayden。我可能发音不太标准，都是阿拉伯语。现在还好，现在还好，感觉还挺稳当的，就是有点高。你看骆驼的脚印是心形的耶。刚才它走到一半不走了，要吃草，吃完才走。你看，它又停住了，停住了，在吃草。这个当地人说不要去摸它，它有可能会踹你。你说我要不要试一下呀？给我真是做了一个腿部按摩，我整个大腿内侧还有屁股现在已经疼得动不了了。天哪，颠得受不了。这个我是不敢摸的。吓死我了！这个脾气不好。Can't touch this. This one? 已经做完骆驼，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吉普车之旅了，大概4到5个小时。它这个还挺有意思的，车那个箱子放在前面，然后游客坐在后面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传说中的沙丘的拍摄地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这咋就挡着路不走啊？哦，当时感觉挺亲人的哎。被这个岩石给划烂了，这就到头了，大概走也就爬上来20分钟吧。就上面可以看到整个沙漠的壮丽景象。我们到这个观景台看一下。前面这个就是蘑菇岩了，这是天然形成的，长得像是一个蘑菇的造型。他们这边都是风蚀作用，我看刚才好多岩壁都是一个一个的洞形成的，像是骷髅头。这被吹得简直了。这个头巾还是有用的。哎呦呦，这颠的。这个卡车颠了一路，我感觉我屁股都在疼，真的是。倒是不热，就是颠的太难受了。就是前面这个地方了，这一片的岩石，最上面那儿有一个拱桥的形状，它也是天然形成的。说很多游客会大早上清早来，因为那阵儿没有那么晒。然后会从旁边这样子一路，他说3个小时爬到最上面，然后再站在那个拱桥上面拍下面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这个大的这个拱桥了，这个地方真的是难走啊。这真是免费的攀岩课程，刚才一路上来膝盖又给撞到了，真的是就为了拍这个桥，太不容易了。
看到没？这边又有一个拱桥，上面站了一堆人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攀登的这个。但我感觉好像似乎没有那么高，容易一些，因为这边站的人好像更多。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过去的地方了，向导会给我们拍照的。就这样走过去之后，停到他们所现在停的这个地方，这就是拱桥的中央了。这里就是火星救援的拍摄地了，我们要走上去，走到最上面就可以看到整个沙漠的风光了。走吧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回去再重温一下这个电影，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。刚才又被海关拦下盘问了半天，问你从哪里来，要去哪？我说这不都已经过了亚喀巴吗？原来其实对面就是以色列了，所以住着高高的围栏，然后远处的那个山就是以色列的国土了。我们会一直沿着国境线开。天哪，太神奇了！我们刚才已经 check in 了，然后给了我们一个酒店的地图，讲了一下这个酒店的所有设施、餐厅，还有整个海滩，已经晕了。它这边有意大利菜、黎巴嫩菜，还有当地的自助餐，以及甚至还有中餐，太牛逼了！我们明天去探索一下这个地儿，真的是已经晕了。看这么大一个这张地图。这就是酒店的阳台啦，从阳台看出去的话就是游泳池，还有远处是死海的海滩了，不过现在看不见。明天我们再去探索探索，看这边都有些什么了。今天开了4个多小时车，从瓦迪拉姆沙漠开到这儿也够累的。那我们就先休息啦，明天再看看啦，拜拜。It's what? 这柠檬汁真的是鲜榨，太酸了吧！哇，这怎么喝得下去啊？哇！现在早上才9点就已经好热了。我们准备去杰拉什古镇转一转，然后再去首都阿曼看一看。下午早点回来就去泡死海啦。那赶紧出发吧。这车停哪儿了？第一站就是凯旋门了，2000多年前留下的遗迹，被称为中东的庞贝古城。庞贝呢是被火山
所掩埋了，而这呢是被风沙所遮盖了，还能留到现在，太不容易了。那现在还保存了大量的剧场，我看广场、神庙这些东西。这边确实保留这些遗迹，还很有以前罗马帝国的感觉，特别的恢宏，然后很多的大的石柱这样子立在这里。好凉快，这里不想出去了，啊，实在太热了，受不了了，好想赶紧回到死海那边泡一泡去。啊，这边就是椭圆广场了，说是有56根石柱围在一起。象征着56个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，这是我编的。抱不住。走，现在去看南剧场，不是男女的男，是南北的南，北边还有一个北剧场。哇，这个剧场的话，说是可以容纳3000人在里面观看表演，说现在还在使用呢。这个剧场确实很大，当时能建成这么厉害啊！看来罗马帝国当时真的是太辉煌了。这个剧场呢，也是整个杰拉什古城最精华的地方。如果没有时间的话，最好就看这个南剧场。这个剧场呢，说是说话还会有回音，我刚才试了一下，是有一些，但是好像不大。哎，看是能听得到的一点。哇，这条街就是有名的柱廊大道了，全长有800米，是公元2世纪的时候建的。这应该就是当时特别有名的商业街了，两边都是各种什么商店啊，或者是饭馆之类的。我猜，说是这个地方还能够看得到车马当时马车留下的痕迹、车辙印，找找看。你看看这当年的马车痕迹啊，这得走过了多少马车才会有现在还能留下这个车辙印啊？哎呀，差不多就逛完了，觉得杰拉什古城真的很不错，我看看，逛了1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。反正你站到高处一览无遗，就这么大的地方。现在准备开车去安曼了，去安曼再看一看。说首都其实也没什么可玩了，我们去转转吧。我们已经进城了，阿曼混乱的交通，随意乱插，然后走着走着，突然间有个车就2道给你都站着走中间，也不知道他想干啥，特别混乱。唯一好的就是这边的司机都比较有耐心，很少按喇叭。开了大概1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到城堡山。这一路交通真的是太混乱了，尤其是阿曼市区的交通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到城堡山去看看拜占庭的教堂遗址，以及古罗马留下这些神庙的遗迹。然后这个地方最出彩的是可以俯瞰整个阿曼城市了。这里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制高点了。如果晚上的家家灯火都亮起来，应该会更漂亮。往下看，那个就是罗马剧场了，要从整个山上走到最下面。那个剧场比我们早上去的北剧场、南剧场更大，可以容纳6000人的音乐会。建于公元2世纪，是不是很壮阔？不过呢，我们就不走下去了，因为你还得原路再返上来，所以我们看一看就差不多了。然后现在准备上去看一看拜占庭教堂和神庙了。你看他们这边的楼都是土黄色的，然后窗子都很小很小。我刚查了一下，这边夏天7、8月份的温度最高能有40多度，
我的天呐！然后早晚温差还挺大，早晚的话大概20度左右，难怪一到夏天，阿拉伯人都跑到欧洲去度假呢，因为这边实在受不了了。所以估计因为这个原因，窗子你看都建得小小的。前面就是赫拉克勒斯神庙了，这也是古罗马时期留下的遗迹，为了纪念希腊神话里的赫拉克勒斯。啊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大理石做的手指雕塑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先看了佩特拉以及杰拉什古城这个地方，其实论这个遗迹来说，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看的。它主要就是欣赏整个阿曼全城的风光。这个城市也太大了吧！我感觉四周360度都是这个城市，全都是这种土黄色的小楼。我们现在差不多就去阿曼市区看一看那一条彩虹街，因为毕竟时间不多，主要就看一看最有名的那条街就差不多了。看长安汽车奔奔，这边进口中国车连标都不带卸的。这就已经是彩虹街了。你看人家这餐厅啊、咖啡馆，都还装饰这种各种花，搞得还挺有品味的这条街。行吧，也就算是看过阿曼的老城了，就长这个样子。那现在就差不多回死海了，去泡泡死海。这就是死海泥了，我怎么看这么恶心，像煤炭呢？涂上厚厚的一层，然后再下海，看看有没有那个啥治疗作用。哇，这个就是这个泥的话，要配上水才好涂一点，然后呢，最好再弄一点海盐涂到身上，沙沙粒粒的，然后现在再去泡，看看效果，皮肤会不会变好。皮肤的脸的话，其实也应该涂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吓人，先不涂了。哇，这个体验真的是太棒了！我只是小时候在地理书上看到有这样的图片，有人在死海里面就看着书躺在那里，因为盐分太高。这今天第一次体验，看着日落真的是太棒了，我一定要再来一次这里。啊，那我们就准备回去洗一洗，然后晚上去吃自助餐了，先回去了。我们已经安检完了，现在在候机厅了。
总的来说呢，安检还挺顺利的，虽然有2道关卡，但也就花了1个多小时吧。就是刚才还车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我们这次被罚款了25 GD，因为在快到佩特拉的路上，高速上超速了，它限速80，我们开了个90，对，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的。那总的来说，我觉得约旦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，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就是一开始也有点害怕，因为第一次来中东这个地方。但是的话呢，各种的景色，包括人服务都特别的好。它不光有沙漠风光呢，还有2000年的约旦的佩特拉古城以及死海度假区。那我已经不能期待下次再来这个国家了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，或者是想咨询我们的一些旅行的问题，也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留言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下期我们会去土耳其喽，一定要看土耳其的视频哦。那就拜拜，下次见。